变化的。那么反手打完到正手位时，我们的横拍握拍稍有变化，指板推挡及正手位，你看即指也要产生握拍变化。那么直拍横打在移动到正手位时，我觉得这时的版型啊，我们的握拍方法还好，还不用进行大幅度的改动。但是推挡是要改我们手指手腕的动作。那么我们的反交啊，我们横拍，你看在反手打完移动到正手时，我们的虎口的位置和中指的位置稍有一点点的变化。这也是很多横拍比较纠结的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打球的时候正反手转换需不需要这个调整版型啊？跟大家说是需要的。我们正反手在转换过程中是需要有微调变化的。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拍型啊，给大家看一下。直拍啊，直拍是不需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拇指不发生变化，大拇指还是放在我们球拍的这个位置，还是不发生变化。那么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我反手打时，你看掐在我中指的中间骨节位置，那么到正手时，你看这是我反手在大拇指骨节偏我的下方一点，就是我第二节一点，在打完之后到正手位时，它几乎在骨节的位置，所以它就进行了一点点的位移。那么如果你不去改变你的握拍方式也是可以的，但是像我的发力，我喜欢反手，对吧？拱手腕、勾手腕去发力，所以我的握拍会偏向于反手握拍一点，偏向于第二骨节的握拍。当我移动到正手时，你看我瞬间变到中间骨节，一反一正，一反一正，一反一正，调整的就是我中指位置，那么相应的中指就会调整一点点我们的虎口位置。这是横拍。那么有些人说我不变行不行？也可以，但是我们握拍不能，比如说我就偏向于反手握，我就反手好，我正手不行，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你反手打完，一旦移不到正手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勾腕打球，前臂的方向和打球的方向都是不对的，你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发力会受影响。那么如果我偏正手握，比如说我偏正手握，我偏向于大拇指虎口，因为这样的发力好发力嘛，对吧？我们在打完之后，如果反手不调整版型的话，那么你反手你看出球的发力也会相应的受很多影响。所以要不我们就掐住中间虎口，正反手不进行偏向握拍，要不然就是打到正反手时，我正手掐准中间虎口和中指骨节位。那如果打到反手时，我想练好发力，我还是要有一点点的位移，还是尽量有一点点的位移，这样的话才会让我的反手发力更加集中，好不好？来，直拍推挡这一块呢，是需要有，你看指头瞬间快速变化，我们这几指，但是横拍我们直拍横打的话是不需要的。你看直拍横打的这个手型和我们的手指的握拍方式是不需要发生变化的。我们先来说这个横拍横拍和直拍横打，在反手打完移步到正手位时，我们的整个手上动作，你看，你要注意，当你反手打完到正手位时，你的拍形是什么样子的？很多人你看反手打完第一板不错，到第二板，转过来的时候拍形开始还原不到位了。我看了很多业余球友都是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失误，还有他就是拉球，我过去的时候，我的这一下拉球动作，从我的引拍到我的拍形，这个动作全部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反手因为是上旋嘛，对吧？我们摆速是上旋球，我们正反手打完，你第一个要保证的基础就是两边压拍，压拍，压拍。压拍，你看这是我们第一保障。所以当你看上完之后到正手位时，我的整个手腕、手指、大拇指是冲下的横拍。那很多人一变过来，控制不好拍形了。所以你的拍形正反手，无论是从正手还原到反手，还是反手还原到正手时，我们的拍形都要给它压住了。大家看，给拍形压住。这是第一点。那么我们直拍横打更是这样的，
更是这样的啊，一定要压拍，尤其是到正手位，一定要压拍。这个在脑袋里面我们就得有意识的去控制拍形，这样的话我们的摆速才能够打好。好，那么推挡的，像我们推挡的一些球友，在反手推完移动到正手时，你看，如果你这几个指头相对来说转换的这一下慢的话，你的拍形到正手位还没等拿稳固定的时候，球已经打出去了。所以这个直拍推挡推出去到正手位，推出去到正手位的时候，我们这个直拍的极指一定要随时的进行灵活的应变。你看正手到反手，反手到正手这五指一定要灵活的应变。那么很多人呢，可能拍抓得太死，就会影响到我们打球的一个灵活性、拍形的调整。因为我们要想打好摆速一反一正，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拍形一定得稳定下来，一定得这个角度是上旋球的角度，而不是下旋球的角度。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正反手转换的能力好，来交流一下位置。跟你反手移动双脚再过来，再进行转体，再拉球，它怎么能动作大小一致呢？这就是为什么你到正手位不从容，经常会被顶住我们拉不开手等等这些原因，因为我们把动作变成一致大小了。但凡是相持中的动作比如说反手弹、反手攻反手撕、反手拉、正手拉和正手攻，但凡是我们存在着步伐移动时，我们动作的大小一定要相应的小一点。好，你想想你的步伐在进行移动如果我们动作过大的话，是一定会被球顶住的，来不及，或者是说我即使出手了，我也不是赢前出手，而是被顶住出手的。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很多无谓失误出现。所以大家记住，当我移动步伐，比如说从正手回到反手位，或从反手移到正手位时，要控制你动作的大小一定要控制你动作的大小，好不好？来刚才我说的第二点，大家一定要区分开。那么如果说第一个球是反手位，第二个球还是反手位，那如果两个球甚至三个球都在反手位，我动作可不可以按照正常练习的？可以。但是但凡存在着步伐移动，无论你是左右移动，你还是前后移动，这种类型的球动作一定要相应的缩小一定要相应的小一些。那么对移动时控制动作的大小，这个一定要记住因为我们拉大手失误的原因多半是因为我们动作控制不住而形成的，好不好？来，这是我们的第二点第二个知识点，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下。动作大小大家要记住。好，那么第三点就是我经常说到的动作还原的问题。这个反手到正手位，它的动作还原打完之后，你看如果是反手位，好，1、2再次进行原位置还原，那么你打完之后，这时不要迅速还原，然后动脚，然后打球。我们要做到的是打完之后，下一板看它出球的位置，如果是原位置，原位置还原；如果是正手位，在移动中的时候，从上还原到跟步伐，你看同频移动，落地打好同频移动，落地打稳。所以大家要记住是1、2还原1还原动作跟你的脚下步伐同时完成，我们就避免了一个打完之后的还原再移动双脚像这个速度就会相应的变慢很多，大家一定要把它区分开。你看2移动中还原，移动中还原所以说你打完之后的这个球是要根据对方的来球而决定你到底还原在哪个位置，好不好？到底还原在哪个位置？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加的精准。